一次只能抓一把，抓多少算多少，抓这么点啊。先尝块肉吧，来张嘴。上课，今天我们要讲兰州牛肉面，汤要清，油要红，面要黄，因为这3个可能是我们在做兰州牛肉面当中比较难的3个点。先讲第一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做清汤容易还是做浓汤容易？肯定是浓汤容易啊。对啊，因为它是油脂的乳化造成的。那油脂的乳化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是震动，第2个是高温。做个实验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油脂乳化，分层很明显的，对不对？这就是浓汤。好浓啊！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状态它不稳定。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大概有10分钟左右时间，它又重新分层了。所以我们要干嘛呢？利用它的高温，让这个乳化更稳定下来。但是清汤其实是很难的，难就难在汤的颜色要沉静，表面没有浮油。清汤第一个要求是小火。第2，我们需要用东西去吸附它的杂质。第3步就要去除它的浮油。除了小火以外，其实还有另外2种方式。第一种隔水去蒸，蒸的时候它是没有那种剧烈的震荡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瓦罐汤当中常见的小火去煨它，它也是很清澈的。接着来讲清汤的吸附。如果你是餐厅，我相信你应该会听说过用鸡肉糜之类的去操作，或者用鸡蛋清。蛋白质在变性的过程当中会形成大量的絮状物，这个絮状物的表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可以用来吸附里面的那些杂质。但是我们这里要节约成本，我们用的是血水。其实以前我也不知道，最近在做功课发现很多店家他们是用我们泡肉的那个血水直接加到汤里面，再利用血水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去澄清这个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节省成本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尝试的是这个方法。然后后面浮油就不说了，其实是很简单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制作步骤。第1步，大火烧开。第2步，我们要转到小火去炖的一个阶段。1.5小时之后开始第3步，这个时候放盐，因为盐放得太早的话，肉会比较柴。不是睡着了？回答我！我上课累不累？你回答我！你们这些躺着刷手机的同学，回答我 ！Look at my eyes！ 现在能不能点个1键3连？调完味之后，继续小火炖45分钟左右。这样汤就基本上熬完了。最后一步要吸附汤里面的杂质，但是吸附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另外一步是合到一起去了，这步叫破汤。很多店会把这个煮好的汤和清水按照比例去兑一下，让这汤变得稍微淡一点。那我们加入血水吸附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完成了这个破汤的步骤，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新鲜的牛肉，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加水没过牛肉，浸泡3个小时。还有一个牛骨，敲不断呢。怪不得那店主跟我说，我帮你继续开吧，你搞不定啊。把这横截面刷干净啊，也放到肉里面浸泡。骨头铺在底下，防止肉粘到锅底变焦。肉的话各个部位都行，我用的牛腱子是因为我们主打一个高端。这个血水不要浪费，放到旁边就好了。香料的配方实在太多了，每家都不一样。我们这边是博采众长，市面上看到的7、8个配方，综合了一下得出的这个配方。这样算彻底烧开了，覆膜太多了，转成小火，这种微微沸腾的状态，这种小泡1个半小时。整体来说还是不是很浑浊的。还有就是炖这个汤不要用铁锅，铁锅会生锈，而且颜色会更深，不好看。放50克盐，稍微上一个底味。2个半小时，我们把肉捞出来。肉我们需要稍微套个保鲜膜，然后让它冷藏保存。冷藏保存呢是等会儿比较好切，套上保鲜袋或者保鲜膜是防止它风干变黑。香料包还可以再用2次啊，冷冻放冰箱保存。骨头也可以再用1次。哇，这个骨髓你看看好爽。把这个汤里面的血沫、杂质、渣渣都捞掉，接着把我们这个血水倒到这个汤里，就温度会下降的很快。我们再回到刚才水位线，让温度慢慢的上升。随着温度的提升，表面上会有这种絮状物出现，这个就是它吸附杂质的关键。烧开之后，浮沫打掉，基本上就可以了。现在看一下这个汤的颜色，就是已经是很清的了。当然，如果你追求极致的清，再过滤一下。萝卜切成薄片，1毫米左右。萝卜把它直接放到锅里，接下来就是致死量的调味，按照每斤汤加5克的盐，2克的味精，3克的鸡精，这里刚好是20斤的汤啊。萝卜在这上面，好，关火，保温就行了。其实红油很简单，我教过很多次，我这里还是把公式告诉大家吧。第1个部分菜籽油，第2辣椒面，第3香料，葱姜之类的蔬菜，第4酒和醋。辣椒我这边选择的是2种，一种叫秦椒面，这个是陕西那边用的特别多的，它颜色比较好看，比较红。然后我还选了一个花溪辣椒，这个辣椒它比较辣，油和辣椒的比例
例，1000克配上200克，这个比例是油比较多的。但是如果你商用，我看到也有是300，甚至到400克都是可以的。香料、蔬菜，我们会有一个配方，提升整个油的香味的。白酒的作用主要有增香，据说能防腐；醋的作用中和它的辣味。第二，提亮颜色，更加红亮。500克的油。配5到8克的酒，5克的醋，这两个一旦多了，就会出现酒味过重或者有酸味的情况。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不同粗细的辣椒面对于成品也是有影响的。细的辣椒面用来提颜色，这个是辣的华西辣椒。你别说，光加进去我就觉得有点香了。生的菜籽油是有一股异味，这个油温升到220度左右，然后让它冷却到130度，再把这些姜葱啊、香料啊这些东西放进去油炸，能够保证去掉菜籽油本身的奇怪味道。能拍得出来冒大烟吗？准不准？一冒烟就是220度，专业。好，现在关火了，等一下，下降到130度，把我们这些都倒进去，然后一炸。还有好多香料。如果这个香料油想要炸得好吃，其实成本蛮高的，所以如果你们去吃，千万不要浪费啊！我看到有些人哭往里放，最后又不吃，我可心疼了。这时候开中火，炸到金黄色啊，这个时候的温度大概就是180度左右。脱油我们要分3次脱入辣椒当中，第一次大概是180度至200度之间，这一步的目的是激发香味，然后等油温下降到140至160，去慢慢的让它的辣味出来，最后120度，这个是为了能够让它固色。注意温度不要超过200度，温度一旦大于200度，它很容易焦。温度如果低于120或者低于140，就会导致不够香，颜色不够好看。边泼边搅，不要让它接触在一个地方，把它炸焦了。每片都弄湿了就差不多了。那等油温再降一点，再继续搅。蒜叶的处理也是有细节的，先洗干净，再晾干。本身这个蒜叶你切开之后，它会流出汁液，再加上上面的水的话，它就容易腐烂，不好保存。所以这个青蒜一定要在晾干的状态下把它切成末，才能够长时间的保存。够薄吗？这个？你要被开除了。我切不了薄的呀。哎呦，是不是电风扇没关？你切不了薄的了。我们其实，在兰州吃的那个面肉挺厚的，就这么厚吧，差不多。我直接切厚了，自己吃还在乎这个。到最后了啊，我们来讲拉面的部分，是个坎呐。上次拉了一天。首先说材料吧，高筋面粉或者是牛肉拉面干肉粉、盐、拉面剂，也就是棚灰，然后还有水，可能还会有一个地方会加一点点油进去。第一步是和面，我们需要把除了拉面剂以外的其他东西都混合到一起。接着我们要醒面，醒面30分钟左右。接着我们要加拉面剂，也就是棚灰，我们会兑成水的形式，然后把它揉搓进去。接着要开始6条，就相当于是把这个面筋给理顺，理成一样的方向，一致的方向。那接下来就下剂，把它分成均匀的大小相等的面团，然后就是拉面。其实是很简单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棚灰水的揉制进去，以及这个6条的部分。拉面的过程当中，你除了拉出来的面以外，手上还会剩余一大团的这个面团。这个剩余的面团，我们会需要重新放到没有6条的面团当中去，重新再次6条，然后再下剂，再拉面。它是可以重复用的，不要就拉完就扔掉了。加了棚灰水就会使得我们这个面发黄，煮出来的面好看。中间挖出一个窝窝，最喜欢干这个事情，震动它一下，盐放中间。把它搓成絮状，揉到一起去。和面的阶段也是不可能把它揉匀的，因为现在面粉的吸水都没有完成，它肯定是这样坑坑洼洼的。我们盖一个东西醒发半个小时。接下来我们来把棚灰5克加到30至50克温水当中，让它融化到没有颗粒，这样搓开它，把水这样放进去，然后叠起来，压一压，叠起来压一压，让它充分的把这个水吸收进去。棚灰水被完全吸收之后，再加下一次水。这么多水揉进去有点难度啊。接下来手法稍微有点特殊，先推出去，它不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半圆一样形状吗？它就拉回来，这样再推出去，拉回来，对对，2只手透不过来就1只手，中规能行的，多揉一揉，把它揉匀，然后这提起来。6条其实就是把它这样拉长了，再叠起来，拉长，再叠起来。他们可以那样。喂，我们也行。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揉面了，底下多撒点干粉，有点慌啊。接下来就是开始了。完了，我找不到。
太慢了，找那个头找半天。没事，这个失败了，我们放一边，继续这6条就好了。这次我不停，直接开始，你觉得怎么样？我就找不到的。得思考一下。第一步，我们先拉面，就让它垂在这个地上，把面合手，手就从这个地方伸进去，再拉，不要提起来，把这个面放在底下，然后把这个手拿过来。但是这个时候需要提一下这个拉面，因为这里拉面太粗，然后再从这里过来。哎，不行，它这个太软了，这个面不能停。刚才有点太膨胀了，说的是拉面成功之后，我们会有多余的面条，再回去6条。现在再多一条路径，拉面失败之后，也要回到重新6条这个步骤，6完条再来下机再拉面。刚才太膨胀了，对不起。虽然我们拉面拉不好，但我们可以把动静搞大。哦，一转，一拉，懂吗？就是你管它行不行，面先甩起来你就觉得。要戴口罩。有一种感觉，嘿，这感觉还行啊，够细吗？萝卜清汤，一次只能抓1把，抓多少算多少，抓这么点。先尝块肉吧，来，张嘴。哇，这个蒜苗可太香了，放了这么多肉，有辣子，但是我说的是蒜苗太香了。我有一年去的兰州，一天吃了8碗面，真的太好吃了，就是肉太多了，还是面好吃。这个我跟你说，就是熟能生巧的，我教都教不了，你不自己上手一次啊，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极限在哪里。我想到一个技巧，到时候你就挂个牌子，写不卖毛细，怎么样？下课。